他并非坚不可摧，我有一个猜测。可就在此时，一道暗中传音映入小鱼儿等人的耳中，是星王。星王不仅施展出了气焰铠甲那秘法，他也拥有强大的观察力，这也是为何每当有人出现破绽，星王总能及时施展秘法，护住那被攻击之人的原因。而星王将他的观察与猜测，以暗中传音的方式告知了王强等人。王强等人也立刻暗中交流，进行了商量。短暂交流之后，仙喵喵与王强的眼中皆是浮现了一抹决意。只见意念转动，自他们体内分别有黑色与绿色的气焰喷涌而出，直冲天际，但又立刻回缩，最终融入他们体内。气焰在他们周身升腾，但散发而出的不仅是更为强大的战力，还有生命的气息。燃命之法，这是要拼命了。黑色妖物冷然一笑，而王强与仙喵喵则是不语，手握神兵同时杀向了黑色妖物。二人施展燃命之法，战力进一步提升，哪怕两个人联手，在只攻不守的情况下，也是能够与那黑色妖物战平。怎么不一起了？只有你们两个有这燃命的手段吗？四凶神体、魂之雾焰都是好东西啊，只是可惜你们今日都将命丧于此。黑色妖物出言嘲讽，可忽然他脸色变化，他惊愕地发现下方大地土壤翻腾，同时站在远处的小鱼儿与仙海少羽同时高喝一声：血脉秘法，禁海束缚！哗啦啦，下一刻散发光芒的磅礴水浪自大地喷涌而出，眨眼间便将那方大的化作了一片汪洋，将黑色妖物、王强以及仙喵喵三人皆是吞没其中。但黑色妖物惊愕地发现，王强与仙喵喵不受影响，但自己的动作却愈发迟缓。呜哇！就在这时，一声婴儿的啼哭响彻，紧接着黑色妖物看到在他的面前出现了一只恐怖的婴儿脑袋。那婴儿睁开眼眸的一刻，使得他心神一震，是宋允的手段。而几乎与此同时，两团炙热的火焰自仙喵喵与王强手中的神兵浮现。日炎秘法，烈焰冰覆，是宇文炎日。当那火焰附着在神兵之上，使得神兵威力大增，连空间都被烧得扭曲，仿佛可以焚烧一切。王强与仙喵喵自两个方位同时刺向黑色妖物，而动作迟缓且神志不清的黑色妖物根本无法躲闪这一击。二人同时击中，但王强的攻势被挡了下来，可仙喵喵的神兵长剑却直接洞穿了黑色妖物。轰！汹涌的火焰瞬间将那黑色妖物点燃，由那儿外喷涌出。见状，仙喵喵也没有留手，猛然一挥，将那黑色妖物斩成了两半。妖物残躯落地，嘴角却扬起一抹笑容，旋即化作气焰散去。星王，好眼力，真的如你所言，你将他看透了。仙海少羽忍不住高声欢呼，可却身子一晃，若不是小鱼儿搀扶，便会栽倒在地。小鱼儿虽比仙海少羽强了许多，可那绝美的脸上也是布满了冷汗，呼吸变得急促。可见那血脉秘法，哪怕是与小鱼儿合力施展，却也是不小负担。不只是他们兄妹，宋允先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旋即张开双臂，如同一个大字躺在了地上，已是顾不得姿势是否优美。宇文炎日也是大口的喘着粗气。刚刚的出手，几人不仅配合有序，更是施展出了最强的手段，是每一个人的极限。但好在他们成功了，而毋庸置疑，最大的功臣是星王。如星王所料，那黑色妖物的如此坚不可摧，身上的铠甲攻不可没，但之所以附着了神境武技的神兵都无法洞穿他的身躯，反而在击中他之后被他的铠甲震碎，是因为那黑色妖物还有着一招保命的手段，那便是他可在关键之际将所有防御力量汇集到一片铠甲鳞片之上，那一片铠甲鳞片将无可匹敌，这也是小鱼儿的神兵被震碎的原因。可却只有一片，当仙喵喵与王强同时击中他的时候，他那一片鳞片便只能挡下一人的攻势。这便是为何王强的神兵被挡，仙喵喵的神兵长剑却能将其洞穿的原因。可忽然楚风等人同时看向那道结界门，他们发现他们进入此地的结界门发生了变化。外面的人看得到我们了吗？这是何意？他们虽然依旧看不到外面，但却能够感觉到外面的人已经能够通过那结界门看到他们，这便是那结界门的变化。事实上，如他们所料，外面的人的确能够看到里面的情况了。
那位存在不见了，莫非是成功了吗？只是楚风怎么被困住了？看到门内情况的众人又惊又喜，但更多的还是担忧。可很快，人们的目光都从那道结界门上转移，因为他们所在的那座广场光芒大盛，广场上的那些宝物彻底解封，可以直接用来修炼了。同时，那道巨大的墓碑竟碎裂开来，碎裂的墓碑碎块跌落而下，可却在落地之后化作气焰散去。最终，墓碑所在的位置只剩下一物，那是一把火红的长剑，形态与墓碑相同，简单而霸道，且在剑刃之上还刻写着雷火二字。虽然没有展现威势，但所有人的目光都被这把剑吸引，因为这把刻写着雷火二字的长剑之上还写着一个天字，并且在这天字四周还有着一圈神秘莫测无法看透的符咒。无论怎么看，这都是一把极其强大的神兵。同时，结界门内那黑色妖物散去的气焰竟又浮现，重新凝聚。雷火道祖，天雷血脉拥有者。虽然天雷血脉与众多神级血脉相比太过平庸，被誉为凡人的血脉，可他硬是凭借过人的天赋与众多神级血脉拥有者站到了一起，独创的一手雷火剑法更是使其成为整个太古时期最具攻击性的强者之一。而此地的传承便是雷火道祖的以域外惊雷为基9重浴火锻造的贴身神兵，此剑名为雷火。那黑色妖物的声音响彻至此，其散去的身躯再度恢复完好无损。对此，楚风等人皆不意外，那位刚刚只是对他们进行考验，他真正的修为绝不止五品天神那么简单。若能通过考验，你们之中可以有人将雷火带走。话音落下，楚风周身的锁链解除，同时结界门内除楚风之外，所有人的周身都出现了同样的锁链牢笼，分别被困住。而那黑色妖物则手握黑色尖刺指向楚风，相近之前我败皆可活，相近之时我未败皆死。闻言，人们不由看向那根香，此时那香仅剩1/10。大哥哥、小鱼儿等人都显得十分紧张，可却也都感到有心无力。他们都感觉到了那牢笼的坚不可摧，那完全是另一个层面的压制，他们根本无法摆脱。喂，既然重新挑战，好，好歹换根香吧。那都，快灭了！无可奈何之下，王强大声喊道。可那黑色妖物怎会理他？楚风，不如让本女王试试。淡淡的声音在楚风耳边传来，但并没有直接开启界灵大门，因为他只是提出建议，还是会尊重楚风的决定。淡淡，我想这是我的考验，只能我自己来。楚风话落，忽然回头看向结界门，高喝道：叶兄，进来！此话一出，站在外面的叶仙传不由一愣，旋即指向自己，是在叫我吗？原来那结界门发生变化后，人们不仅能够看到结界门内的情况，还能够听到结界门内的声音，应该是叫你。叶仙成父母道。闻言，叶仙成立刻进入了结界门之中，但只是与赵老八一样站在门口。他清楚这不是他能够掺和的，甚至他觉得他也是小辈，进入到这里可能比赵老八要危险得多。可他还是进来了，因为他无法拒绝楚风。而他刚进来，楚风便道：将你那神兵长枪借我。好！叶仙成立刻应下，旋即手腕一转，一把神兵长枪出现，丢向了楚风。楚风接过神兵，有些无语，直接将那杆神兵长枪丢还给了叶仙成。我说的是你和我切磋的时候用的那把金色香玉的。楚风说道。啊，你说的是玉仙大人。叶仙成脸色巨变，不仅是他，外面的叶氏仙族众人也都是脸色大变。身为叶氏仙族族人，当然清楚那杆名为玉仙的长枪意味着什么。对，就是那把。楚风说道。闻言，叶仙成手腕一转，一把极其精美的神兵长枪出现在其手中。枪身为金色，镶嵌着一块块碧绿色的玉，组成精美造型，宛如艺术品。但此枪出现，这方天地的气息都被搅动，显然与寻常的神兵有着不同。楚风，这玉仙大人是我叶氏仙族的传承至宝，我叶氏仙族都只有我才能驾驭，外人根本。叶仙成话未说完，楚风便道：叶兄，借我。闻言，叶仙成十分为难，
换做其他人，他自然不会借。这把神兵对于叶氏仙族而言意义重大，连他都要尊称为御仙大人。但对于楚风，他不是不想借，而是他清楚得不到这把神兵的认可是会遭到反噬的。可见楚风执意如此，且时间紧迫，他也不好多言，只得道：楚风兄，你务必小心。这才将那把名为御仙的神兵长枪丢向楚风。楚风顺势接过，旋即舞动起来。这一刻，天地震荡，那御仙竟有金绿交融的气息融入楚风体内。不是吧？这一幕看得叶仙城目瞪口呆，怎会如此？而结界门外，叶仙城的父母以及叶氏仙族一众族人同样瞠目结舌，都怀疑是自己看错了。御仙大人的威名可不是假的，如叶仙城父母都无法驾驭，整个叶氏仙族只有叶仙城能驾驭，但也是获得了先知传承之后。可楚风这个非叶氏仙族的外人，竟然如此轻易的就得到了御仙的认可。好枪！楚风看着手中神兵长枪，露出满意微笑。兄弟，你可千万小心，那家伙阴得很。王强赶忙大声提醒，因为他知道楚风打算出手了。虽然知道自己的兄弟很强，但正因为交过手，他也清楚那个黑色妖物不容易对付。但楚风却面带微笑，目光扫过那些被困的王强等人。不用为我担心，先前多亏了你们，我才能脱困。接下来便交给我，我会带你们离开。楚风自信满满。楚风，虽说经过刚才一战，我的战力有了些许减退，但你一个人行吗？黑色妖物问道。对于黑色妖物略带挑衅的话语，楚风则是双手抱枪，恭敬地对着黑色妖物施以一礼。前辈，请多指教。唰！话罢，楚风单手提枪，直奔那黑色妖物飞掠而去，没有任何施展武技的意思，因为楚风已经知道了那黑色妖物的弱点，想要击败他，就唯有近身肉搏。二者靠近，刹那间，黑色与金色的枪影将二者包裹，尽数碰撞的轰鸣，火花与涟漪的光影，更是肆虐天地。楚风已是与黑色妖物站在了一处。楚风，你果然很强。新王目光微眯，黑色妖物的战力确实有所下滑，又或者说是那黑色妖物故意的，但那黑色妖物依旧很强，可楚风却显得游刃有余，这证明了楚风的强大。拥有如此战力的楚风，让新王也很想与楚风交手试试。而就在此时，楚风竟忽然高声开口：叶兄，多谢相助，你先出去等我。楚风是担心在这里叶仙城有危险，但外人看到的是他与那等存在交战之际，竟还能与人交谈，可见他仍有保留。好嘞，叶仙城也不客气，反正留在这里也帮不上忙，反而提心吊胆。既然楚风让他走，他自然不会犹豫，转身就跑出去了。叶仙城刚一出来，叶仙城父母便围了过去。仙城，怎么会如此？是你对御仙大人说了什么吗？叶仙城父母问道。没有啊，我什么也没说，况且我说了有用吗？御仙大人会听我的。叶仙城道。这样说来，岂不是那楚风他真得到了御仙大人的认可？叶仙城母亲问。看来是这样的。叶仙城回头看向楚风，同时依旧站在阵法当中的天剑圣宫公主也在通过结界门观察着战况。虽然之前发生了什么他不知道，可却也能够通过对话推测出个一二。于是以暗中传音对天剑残花道：残花，虽然你的天赋在我天剑圣宫内可与天剑清渊大人相提并论，可这个时代的天才人物确实是层出不穷，你的对手有很多啊，不仅仅是楚风，那里面的每一个小辈没有一个简单的，你绝对不能松懈，一定要追上他们的脚步。闻言，天剑残花则立刻询问道：公主大人，那里面的妖物现在依旧很强吗？依旧是我无法战胜的，甚至我根本没有一战之力。天剑圣宫公主道。闻言，天剑残花的脸色变得无比凝重。